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同样演情格格，将王艳和赵丽颖放在一起，差别就出来了。低分悬疑剧《回廊亭》遗憾收官，王艳在该剧中却打破了以往大众对她的人设滤镜，甚至直到最后2集才被爆出其实是《回廊亭》大火案中的终极 BOSS。热播的农村题材剧《幸福到万家》中，草根顶流赵丽颖化身坚韧勇敢的农村姑娘和幸福，最终在婚姻与事业的泥潭之中涅槃重生，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榜样。而2位看似在形象、气质上有点相似，实则却完全不同的女演员，都曾经因为一个角色在影视圈崭露头角。神剧《还珠格格》中的情格格，今天爬点半就来给大家说一说2版晴儿有何不同。1. 王艳，大家闺秀。先简单介绍一下晴格格这个角色，她是《还珠格格》第2部之后出现的一个角色，原型的说法有2个，一个是和硕安亲王乐乐之女柔家格格，一个是于郡王爱新教罗应吴的第5女。其实无论她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她是妥妥的白富美就对了，而且因为其性格通情达理、温婉柔顺而深得老佛爷的喜欢。晴儿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演员王艳的巅峰之作，哪怕过去20多年，提到晴儿，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她。不过其实在《还珠格格2》中，除了小燕子、紫薇和金锁这3位女主角，其实还追加了晴儿、韩香2个重要的女性角色，如今看来确实都是经典的荧幕形象。拍摄这部作品时，当时的王艳只有24岁，是嫩到脸上能捏出水来的年纪。第一次出场就让许多人印象深刻，当时的她优雅从容，巧笑倩兮，气质淡雅但是又灵动舒服，至今仍有人认为她是真正的大家闺秀的代表人，一出场就迅速让紫薇逊色了。王艳的长相属于不是特别惊艳的第一眼美女，但是非常耐看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清纯无害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优雅的。除了扮相上之外，晴儿的美好还在于她的3观。尽管与尔康相识多年，还曾经度过一段浪漫的看星星、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的少年时光，但是当得知对方后来心属紫薇，也只是留下了一句成事虽然在天，谋事依然在人，来世图挽回。到了后期，哪怕老佛爷想用提议的方式助晴儿一臂之力，他也选择了委婉的拒绝。他当时说的是，如果我破坏了那份感情，我一定会恨死自己。双引号，足见晴儿的优雅是深刻在骨子里的，她始终坦荡，所以才拥有了遇到真爱相见的可能。试想一下，她像不少宫中贵女一样，用手段赢取了嫁给尔康的资格之后，过的日子并不会如后来畅快。她在面对尔康时也依旧不卑不亢，她是这样说的：我羡慕你们，也祝福你们。聪明如我，怎么会让自己夹在你们中间坐冷板凳呢？那岂不是太贬低我了吗？难道我不配拥有自己的尔康吗？双引号。这一来一往之间，晴儿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人设就被立住了。而王艳之所以成为无数人心中晴儿的最佳人选，也是在于演技上的炉火纯青。除了她美的优雅而没有攻击性之外，王艳还将温婉与俏皮、端庄与灵动等矛盾感演绎了出来。所以在她的诠释下，晴儿是多面的、跳脱的、有生命力的、风头甚至一度碾压真正的女主角。其实王艳不是科班出身，能够演到这种程度，全凭天赋。而且许多人都想不到，演晴儿时的她已经将为人妇，却依旧拥有难得的少女感。《还珠格格》第2部之后，王艳大火，接到的片约自然不少，《清河绝恋》《武林外史》都是那个阶段的作品，也是她的颜值巅峰。不过2006年生下儿子球球之后，王艳便逐渐退圈，
去做豪门太太了。这些年，关于豪门太太这个身份，王艳也没少受到质疑。不过无论外界怎么说，她都始终淡定应对，就真的像出演过的晴儿那般优雅淡然。这几年，她陆续开始接拍新戏，被传是因为丈夫王志才欠下巨额赌债，王艳不得已下付出为扶还债。而事实上，已经年近50岁的王艳，只是拍了一些边缘角色，但难得的是演技依旧扎实，颜值也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。2. 赵丽颖，小家碧玉。和王艳几次三番受到琼瑶的邀请完全相反，赵丽颖刚开始饰演晴儿这个角色时，琼瑶是不满意的。据说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赵丽颖最初面试的角色是小燕子，未果。后来她又去尝试挑战了紫薇，不过因为哭不出来也被刷掉了。最后赵丽颖接到通知，让她去饰演白月光晴儿，但是也没有得到最终的认可。琼瑶的理由很奇葩，赵丽颖长得太甜美了，所以她曾经数次想要换掉赵丽颖，但是最终考虑再三后，还是决定大胆一试。没想到的是，新《还珠格格》一播出时，观众不断吐槽小燕子没有灵气，紫薇不够书卷气，但偏偏对于赵丽颖饰演的晴儿非常认可。当时的赵丽颖也是24岁，尽管之前她曾经因参加了冯小刚的广告片拍摄出道，但是发展却一直没什么水花。毫无疑问，赵丽颖确实是从晴儿这个角色走向大众视野之内的。她饰演的晴儿颜值确实不低，当时的她满脸胶原蛋白，眼睛明亮而有神，演技上因为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而显得非常有灵气。确实，相比李晟出演的小燕子，海陆饰演的紫薇，甚至是麦迪娜版本的韩香，赵丽颖版的晴儿是最贴近书中的角色和形象的。不过与王艳的版本对比，赵丽颖胜在更加灵动、单纯，与王艳大家闺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她更偏向小家碧玉。在剧情上，新《还珠格格》中关于晴儿的描写也基本放在了她的性格上，以及其敢于冲破身份的枷锁，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。不过，说实话，这部剧中并未体现赵丽颖太多的演技，反而是2年后播出的电影《宫锁沉香》中，她才将演技施展出来。在其中饰演的歹毒的反派琉璃一角，才让人印象深刻。琉璃长着一张清秀单纯的脸，但是为了向上爬不择手段，最终被欲望反噬，换得惨死的下场。感受一下这个动图，他完全将琉璃的嚣张、阴险、偏执等特质表现了出来，哪怕看一眼都会感觉背后发凉。其实当时的赵丽颖已经凭借《陆贞传奇》大火，随后又拿出《姗姗来了》《花千骨》等爆款剧，尽管当时被许多黑粉攻击，但是还是挡不住她向着顶流的位置前进。2018年拍摄《西游记女儿国》时，31岁的赵丽颖与比自己大9岁的冯绍峰因戏生情，随后带娃结婚。不过两人的婚姻一直以来也备受质疑，随即便和大众揣测的那样，只维持了不到3年，他们便分道扬镳。赵丽颖的爱情观非常清醒，还因此上过热搜。出演《陆贞传奇》时，她就在采访中直言：“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女生没事老围着男生转，就是不太喜欢女生没有自己的目标、梦想。”双引号。而赵丽颖确实也如自己想的那样做着。随后出演的有匪谁是凶手、幸福到万家相继播出，是实打实的大流量。如此看下来，完全就能够得出结论，两版晴儿有着不一样的气质，而他们的塑造者在现实中也走了截然不同的2条路。王艳版本的晴儿是大家闺秀，生活中的她也早早嫁给富商王志才，过上了豪门贵妇的生活。尽管婚姻生活被外界传得有点不堪，但是王艳却仍旧实打实的住在故宫旁边，偶尔出来拍戏就像是玩票。而赵丽颖呢，则是从草根走出来的女顶流，
哪怕是找到了富二代男星冯绍峰，也依旧没有忘记成就自己。如今已经35岁的赵丽颖，更是以一部农村剧《幸福到万家》开始转型。除此之外，还有《野蛮生长》与《奉行》等大女主戏等待开播。或许两版情儿之间的不同之处，也在于演员生活中的性格和选择截然相反。而他们到底谁更出彩，只能是各花入各眼了。对此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连看10集不过瘾，开播斩获3个冠军，赵丽颖究竟做了些什么？前阵子刘亦菲的《梦话录》掀起了一波收视热潮，不仅让大家再次看到了这位别奉为神仙姐姐的古装剧扮相，还在这部剧中看到了更多女性的力量。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作品不再只拍傻白甜女主，反而强调更有韧劲儿的女性角色，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。伴随着《梦话录》的结局，刘亦菲华丽退场，取而代之的则是另一位影视剧女王，也是崛起的85后影视小花。赵丽颖能够从偶像剧突破到家庭剧，这也是她演艺事业浓重的一笔转折点。如今她主演的这部《幸福到万家》火热开播，一不小心没忍住连看了10集，根本停不下来，完全被这部剧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。而且赵丽颖在剧中的演技更是可圈可点，非常值得肯定。虽然是农村剧，但是这部剧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越是细品越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深刻含义。首先，剧情一开场就是以一场热闹的婚事开始，镜头转到农村，老王家办了一场大喜事。农村结婚自然是要热闹，阵仗也要够大。于是基本上整个村子里的亲朋好友都被邀请到了，看着这么多人忙里忙外，十分喜乐的样子，也是相当热闹了。而这场婚事的2位主人公，新郎自然是老王家的儿子王庆来，新娘则是来自外乡的一位漂亮媳妇何幸福。饰演女主何幸福的自然就是赵丽颖了。原本这场婚事已经准备就绪，只要司仪说出主持词开始，这场婚礼就会正式开始。可没想到，就在一切都准备好以后，新郎的父母却制止住了，表示一定要等到万善堂来才可以正式开始。不了解的人自然不会明白，婚姻大事也是有及时的，错过就讨不到好彩头了。可是这对公婆竟然不在意这些，一定要等万善堂来才行。这个人究竟有多厉害呢？原来，这位村民们心中敬仰的万善堂，就是这个万家庄的头，在老百姓心中还是有很大的威望的。而且这个庄里万姓居多，也是村里的大姓，像王姓则是小姓。这些人能够来参加婚礼，也是对老王家的照顾，说白了就是来凑热闹的。在所有人的等候中，这位万善堂才姗姗来迟，还是在豪车中下车的。到这里，你以为接下来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了吗？并不是。到新人拜高堂的时候，王母竟然要求新郎新娘给万善堂鞠躬，一鞠还是3个。这个流程也真是让何幸福开了眼，甚至被搞得一脸懵。不过前面这些还好，后面事情的发展就更让人来气了。没想到这个万善堂的儿子竟然看上了何幸福的妹妹，还将何幸运堵在屋子里面，一起的还有几个万传家的小跟班。说是婚闹，实际上就是耍流氓的行为。看着何幸运如此叫喊，王家人竟然没有一点表示，只有何幸福看到妹妹受欺负，选择破门而入，直接给万传家的脑袋当头棒喝。看见自己儿子被开了瓢，万善堂脸上自然是挂不住面子的，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。就在他生气的从王家离开以后，村民们也顾不上吃饭，便都回家了，谁也不敢公然和万善堂作对呀。原本热闹的婚宴就这么结束了。想要破解此局，万善堂需要的也是何幸福能够登门道歉，但何幸福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，也不知道明明是万家儿子犯了错，为何最后反过来要他道歉。
于是这么一来二去，何幸福便和万善堂之间结下了梁子。在这种农村题材的作品中，能够将村民们那种生动真实的生活经历展现出来，并且还能演出低俗气和烟火气，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句号。毕竟这样的题材在当下也是比较少见的，对于这样地头蛇的万善堂，又该如何应对呢？这也是整部剧非常能够吸引观众的一点，也很真实的反映了真实的农村生活状态，引起了很多老百姓的情感共鸣。开播的这几集就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好评了，不知道演到后面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？不过这部剧也刷新了网友们对赵丽颖的认知。以前很多人都觉得她只能演偶像剧女主，毕竟顶着一张娃娃脸，一看就是傻白甜的那种感觉。而且她的确出演了很多偶像剧，演的也是脑子不太灵光的傻白甜女主角。只不过当她变红以后，她也在努力拓宽自己的戏路。当她结婚生子以后，实现了从娃娃脸到精致小脸的蜕变之后，戏路也就此打开，出演的角色也更加多样化。如今她能选择出演这么一部农村题材的作品，也是她演艺生涯中的重大突破。没有想到，演村姑赵丽颖也是当仁不让的，没有让观众失望，反而演出了真实的老百姓的那股劲。而何幸福的出现，对于万家庄而言也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她注定是要打破这种迂腐僵局的那个人。虽然演村姑并不讨喜，也会有一些普通老百姓身上的陋习，但大家被这个角色所吸引住的，更多还是身上这种坚毅、勇敢、正直的真善美。虽然素颜面对镜头没有那么美，可却真实自然，这样流露出来的才最抚凡人心。有匪，周匪开启宠夫模式，谢允直言被撩，王一博娇羞不已。有匪周匪谢允互聊，谢允感叹自己反被撩拨。周匪，我们只是没来得及成亲，你要是喜欢这家店，我都可以送给你。谢允，若美人肯亲我一口的话，我就能瞑目了。周匪也真是出息了，想不到谢允也有今天，竟然被周阿匪反撩。阿匪送谢允牛郎织女灯，还说谢允要什么都送给他。当然，这个牛郎织女灯也被当周匪送谢允的定情信物了。打架是媳妇上，买东西也是媳妇买，人家都是男主承包鱼塘，到谢允这是匪哥买电送。周匪看谢允的眼神好甜。以前的电视剧，男主对女主喜欢吗？送给你。你还喜欢什么包？都可以送给你。这家店我都可以送给你。现在的有匪，阿匪对谢允喜欢吗？送给你。你还喜欢什么灯？都可以送给你。这家店我都可以送给你。阿匪开始宠服模式，阿匪开窍后也太撩了。有匪周匪自从开窍谈恋爱后，服装、发型都有变化，上衣越来越长，像个裙子的样子了，而且颜色也粉红、粉蓝，到后面大红色。头发由短马尾式的假小子式到长高马尾，到边两个辫子扎一起，到最后散发，都是随着人物心境变化在改变。有匪谢允对周匪是非他不可，却又对自己的未来无可奈何，总想着自己随时都有不测，随时都会耽误他，所以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感情。一个表面看经常撩拨、调侃，实际上却爱得小心翼翼，有欣赏也有守护和真爱，否则那么多次可以亲密的肢体接触，他都迟疑了。而有匪周匪先前在感情上不开窍，但是确定了自己的心意，就会从一而终，坚持到底，奋不顾身，甚至非常坦诚和主动。一个看起来彪悍、倔强，实际上刀子嘴豆腐心。他对谢允有同情也有相依，当知道谢允无家可归时，不顾矜持，当然他就是一个男孩性情，直接邀请他去48寨，却在遇到挑战杨锦时难得温柔，请教谢允。山花如匪，在失而复得之后，又主动出击，这样直白而热烈的感情，看着真爽。
有匪前妻谢允在撩拨周匪时，那时候周匪对他并不确定是男女之情，所以处于暧昧期，观众觉得很甜，那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。但是当周匪表明心意，谢允因为开启内力使用推云掌之后，便担忧自己给不了周匪未来，所以选择离开和逃避，而周匪认定了他就执着于自己的心，一个追，一个逃，所以有匪的观众也觉得虐，因为心累，都是在虐心。你是我心里的天下第一，有你的地方就是家。老天垂怜，走来了周匪，让谢允苍老的灵魂注入了蓬勃生机。有匪就像山花如匪前，须经风霜雨雪，会有晴天云淡，会有一日厮守良人。